嗨，我是电商 Tony 陈哦。电商情报站这个系列，我们会比较深入的分析电商市场，来聊一下我所看到的电商产业变化或未来可能会出现的发展。那上一集我们聊的是 Momo 在2025年的战略哦。我的猜测是纯电商之路加快速物流霸权，从电商来反攻实体门市。如果你还没看过的话，可以看一下。那我们这一集来聊虾皮哦，虾皮早早布局台湾，让电商文字色变的虾皮哦。其实我本来没有要想讨论虾皮的哦，那因为它现在的布局就是深耕东南亚市场哦，那并没有特别针对台湾的操作。但虾皮今年会丢一个震撼弹下来哦，那我们还是要讲一下。好，来开始，虾皮是谁？这不用多过介绍。那我们来讲一下它的成绩。在我截稿之前还没有公布2024 Q4 的成绩哦。那我们先看 Q3。Q3 哦，线上购物营收年增49.3%，很夸张呢。广告营收成长25%哦，成长的力道还是很强劲的。那这个主要是靠哪个市场？很特别哦，巴西市场。哎，这个是虾皮除了东南亚市场以外有做出成绩的市场。2024年的巴西营收达到103亿美元，较2023翻倍成长。那新用户数量增长30%，然后每个月会逛虾皮的巴西用户已经注册人数达到5000万人哦，5000万人，这5000万都活人哦。所以你看，这是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做跨国的生意，新进入一个市场哦，那就能带来辽阔的成长动能，这真的是很夸张、很惊人哦。那我们也回顾一下，虾皮在2024有什么操作？先讲东南亚，马来西亚哦，3月推出改变主意免费退货政策，无需任何理由，可以在15天内保证退费。它12月推出 Shopee Pay 哦，Verified Premium 身份，那用户通过电子验证以后，电子钱包的交易额度上限提升1倍，满足重度用户更大的支付需求。然后一样12月哦，C Money 就东海金融，哎，这个是虾皮的金融服务，透过虾皮 App 上线了符合伊斯兰教法的 S Finance-I 贷款哦，为用户提供高达 RM2万元的快速融资选项。很奇怪，在里面做饭贷，然后还款期可以选3到24个月哦。那我们再讲巴西，2024年8月在巴西盖了6个地区级的物流中心。2024年9月 Shopee Pay 整合了当地主流的 Pix 即时支付系统，来支援应用内外的扫码付款跟资金秒级转账。OK， 好，那讲一下台湾哦。台湾就没有什么特别的举动啊。1月宣布针对预购商品额外收取2% 的预购订单服务费。2月宣布成交手续费由6.5%提升至7.5%。4月推出虾皮店到店隔日到货。12月宣布取消虾拼 Plus 免运订阅制服务哦，都在收割哦。那这也很好理解，就猪养肥了就该杀了。那再来你要知道，虾皮在2025在台湾想要做什么？好，那我们要猜虾皮2025在台湾的布局，这其实是有难度的，但一样有迹可循哦。就是这边新闻，来标题我念一下：虾皮购物公布2024电商趋势，这3大策略驱动消费者购物热潮。那他讲的3大趋势是跨界整合、配速升级、联盟行销哦。那我们一个个来说，来第一个跨界整合就是去做联名活动，像去年8月的哈利波特活动，跟双11跟爱买的那个合作案哦，都有不错的成绩。再来是配速升级，这讲的就是虾皮店到店哦。统计到2024年下半年，全台已经有超过1600家的虾皮店到店，然后虾皮自取店有将近1000家，这是很夸张的数字哦。那最后是联盟行销啊，其实就是虾皮分润计划。就你在看一些那个贴文的时候啊，会有人在留言区跟你分享产品，然后贴一个链接是虾皮，有没有？哦，那你有透过这个链接下单的话，那贴链接的人可以分润哦，分钱啊。你不要看这东西好像不怎么样哦，这就 affiliate 嘛，分润嘛，老玩法了哦。那他们有公布一些数据哦，照顾一下 podcast 的听众，我念一下。虾皮购物观察到，每10位潜在消费者中就有1位是透过虾皮联盟行销导入购物页面的。这个东西弄了以后，
那就做出了10%的流量，这很夸张啊，这很高。而且你流量到虾皮就是要买东西嘛，不然你去虾皮干嘛？转换率是高的，然后又增加1成的流量。那对比去年参加人次的翻倍提升哦，推广者更带进了3倍的流量成长，去进入虾皮来购物。这个真的是夸张哦！现在流量那么贵，只要愿意出少少的钱哦，分润给别人，就可以带来这个庞大的流量。这个钱还不是虾皮出的呢，是卖方出的呢，夸张！你看城里的人真会玩哦，难怪虾皮这么赚钱。好，那我们现在可以大胆预测，它2025的策略就是延续2024的做法，继续做联名，继续店到店，然后扩大联盟行销的基数，这样。最后你要知道，虾皮的王炸是什么哦？除了这个以外，它还有个大杀器还没有发动哦，今年就会发动了哦。你看到这支影片的时候，应该已经发动了哦。那就是虾皮短影音哦，短影音这个功能预计2025年的2月底3月初开放，然后 demo 画面都有了，它就会换掉原本直播的那颗按钮，然后就变成短影音这样。你不要小看这个功能哦，虾皮在2023年年底菲律宾就推出这个功能，然后隔年2024的 Q1 营业额成长多少？订单总额成长56.8%，什么东西？变魔术GMV 明显成长了36.3%。这个提出这个专案的那个专案经理真的要被供起来啊！哪有这种事啊？他报告都不敢写，说我们上线这个功能可以提升56.38%，不可能啊！大家都没想到，这跌破眼镜的好。那当然，我们不能把这个成长都归因在短影音但我敢肯定，绝对是很大一部分因为有人表演给我们看了，谁？抖音啊，抖音小黄车啊，对吧？表演给我们看了，抖音小黄车2018上线的，2019营收是多少？来，你看这个新闻标题，我念一下：抖音母公司字节跳动营收双倍成长，达170亿元。然后划线的地方是说，2018嘛，他在上小黄车之前74亿美元，2019上线小黄车之后170亿美元，这是翻2倍不止。那你说菲律宾的订单总额大幅成长56.8%，这好像蛮合理的，对不对？好，那今年3月虾皮短影音这个也要开了哦。对啊，在菲律宾离那边玩起来的那这个台湾马上也要开了，没想到啊，就是我一直在讲的 TikTok 小黄车到台湾到现在还没开，反而是虾皮的短影音要先开，先来抢然后你还记得我们之前有讲过一新闻吗？这标题我念一下：网红教父进军100秒网剧市场，3年要拍100部，那对夫妻打头阵那你要复习的话，你看右上角你看这样就说得通哦。这位台湾的网红教父黄冠荣先生会在这个时候选择进短影音赛道，就要等这个嘛。对，我现在就大胆预测，他应该也这个不是应该，这是必须要这样子做就是直接加入虾皮短影音的阵营。虾皮短影音你要开这个功能，你也要强的那个强的 IP 然后在短剧里面就直接业配商品，然后直接在虾皮转单这个才合理那之后我们就来对答案就好了。好，讲的差不多了，我们现在可以下判断就对虾皮来说，台湾这个市场已经养的差不多了基础建设已经建构到一个阶段，所以在2025就是虾皮的收割之年。就像我们刚才提到了，2024狂涨各种卖家的手续费，2025又多了短影音这个神兵利器，那我未看先猜，绝对是会继续涨的。它没有什么理由要收敛，你知道吗？所以如果你现在还是只有在虾皮卖商品的话，三思啊。那今天当这个平台在那边 all in 短影音的时候，流量的红利绝对是跑到那个短影音那边去，就直播嘛。然后下一个就是短影音那你要不要跟一波？这个是需要深思的问题。如果你不跟，那些在拍 TikTok 整天那边苦哈哈赚不到钱了，他们都要冲进虾皮了那到时候你要怎么办讲完了，我们整理一下。我们今天讲虾皮有多猛我先跟你分享它2024 Q3 的成绩，线上营收年增49.3%，广告营收成长25%成长还是超级猛的那这个成长动能居然是来自巴西市场，开发非常成功。2024年的巴西营收达103亿美元，较2023年翻倍成长，新用户增长30%，然后每个月会逛虾皮的巴西注册用户5000万人超级夸张。那我也跟你分享了虾皮在各国的布局马来西亚巴西的那我就不讲了，反正就是搞很多优惠政策、物流中心甚至在里面直接提供那个像放贷之类的服务。那针对台湾的策略就是收割之年继续涨价增加手续费这样。
那我们也聊了2025的虾皮哦，在台湾哦延续2024的做法，继续联名，继续店到店扩大联盟行销。那今年它的主力哦大杀器就是虾皮短影音，因为这个功能菲律宾已经表演给我们看了，菲律宾虾皮哦。2023年底上线，2024 Q1 订单总额大幅成长56.8%，哦，GMV 成长36.3%，很夸张的成绩啊。那这个功能在台湾哦，预计是今年3月推出，到时候势必会有一场腥风血雨。讲八卦哦，讲八卦，就虾皮这个范本啊，做通路电商的人要紧盯。为什么？因为如果你看 Momo，你看 PCO，你看不到海外市场布局哦的节奏流程、成功失败案例，那虾皮可以。那个东南亚布局东南亚是很多国家，你不能把东南亚当做一个国家来看待。东北亚可能还可以哦，反正台日韩这个文化都很相近，那东南亚都差别很大。印尼有2亿人呢，越南啊，然后柬埔寨啊，他们的文化都不一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电商之前流行哦，可能是呼应政府的新南向政策，就说什么要前进东南亚哦，一堆啊，去东南亚真的是个好主意吗？你现在看那个前进东南亚谁做起来了？虾皮还不是因为它钱多，然后撑到现在撑出成绩哦。那以台湾这种企业这种没什么银弹的去做没成功，大概就灰溜溜的回来了。然后你看他敢去开所谓的巴西市场，这很夸张呢。你想想看，在我们台湾的电商公司的环境，不管是 Momo 哦、PC Home 还是东森哦，内部提案哦要扩大新市场，你怎么可能会出现一个讨论，就是我们要做海外？好，那海外要讨论一下哦。你要做欧洲或美国哪边？好，没有，我要做巴西。我靠，你看这个人会不会被赶出去？就这样啊。然后虾皮做巴西，我要做给你看。你要做海外扩张的教科书哦，你也不用去学那个什么 Amazon 哦，或什么，你就学这个虾皮的脚步就好了。他做巴西做得起来，那是不是你可以搭着虾皮的物流体系啊，或是什么体系啊？那你顺藤摸瓜，你就摸到巴西市场去了，这都是说不定的事情。所以虾皮在我们业内看来当然台湾市场的事情等一下再讲就是说，如果我要做海外布局虾皮是一个很值得参考的案例。为什么？巴西呢？巴西他们到底是用信用卡，还是用现金，还是用怎样后到付款？基础建设、物流好不好？哪几家？巴西的黑猫是哪一家？我们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人家把它做起来了。对，所以这就是范本。那表示什么？表示电商领域你要进巴西是 OK 的，是路是走得通的。至少虾皮已经证实了，这个人家基础建设是 OK 的嘛，他做得出这种等级的营收嘛。电商基础建设是金流、物流、资讯流OK， 好，那这就是一个很厉害的范本那当然你也不要去搞那什么我要成立另一个虾皮，然后去跟他对干，你玩不赢的那我要表达的是说原来巴西市场电商是 OK 的，是搞得定的那虾皮这个海外扩张的，我看起来的价值在这边这真的是要好好研究研究。那些大的公司像某某 PC 都要成立一个专案小组，专门去研究才对。那人家做什么功课？世界上国家那么多我们一想到要出海，一定去欧美的不然就东南亚东南亚感觉比欧美没钱，好，那我们就去欧美欧美世界顶尖战场，我也知道怎么人家去巴西这是怎么决策出来的然后人家在巴西布局上遇到什么困难那当地的基础建设是怎样，那文化到底是长怎样都值得好好研究研究，来作为这个电商公司出海的下一站，说不定去巴西这条路子是对的，反正人家已经接受虾皮的，你只要你的 Web 版或你的 App 长得跟虾皮很像，对不对？那在虾皮在台湾那个短影音，我也觉得奇怪，为什么直播不夯？直播之前不是毛起来去弄嘛，然后现在的话，中国大陆就发生那个直播主塌房这些事情然后在台湾直播一直是搞一个叫做就是夯不起来的状态那现在有短影音短影音这东西是必夯，因为台湾滑 TikTok 肯定滑的不要不要了那必夯。那现在要走的事情就是用短影音来卖那个里头的商品比方说一些短剧、网剧那里面在喝的、在用的都把它融入到那个剧情里面，然后直接在虾皮来买短影音我个人更喜欢短影音一点那不是那么喜欢直播，是因为直播不太好存档。好，那短影音的话，一支影片它被传递的那个成本超级之低这是短剧，如果好看，那就传出去了。好，要传出去表示什么？表示你得到免费的流量去卖你的商品你流量的取得成本是零
哦，那这个就是我们台湾网红教父正在大力投资的东西哦。那当然，就像我说的，台湾市场哦，还有一个大魔王，叫抖音小黄车还没过上去，一过上去哦，电商格局又要改变了。那如果你很会拍，你平常就已经有在拍那个抖音哦，在那边拍着玩的哦，拍那个 IG Reels 哦，你研究一下哦，你研究一下，看一下你怎么样把那个商品放到里面去，然后参加他们的短影音的计划，因为那个都有分润可以赚哦。好，就这样。现在的电商平台之间竞争激烈，除了你熟知的虾皮、PC 和 Momo 以外，外国的电商平台也对台湾虎视眈眈。除了酷鹏大军来袭，还有虚印、抖音小黄车、全球速卖通、Temu， 他们都在偷偷伸出触手，要来抢台湾市场。而对于我们这些品牌商来说，最可怕的是，现在这些巨头在神仙打架，你只要被插到一点哦，非死即伤啊！所以我建议你啊，快点跑啊！再晚一点，你可能都被逼着参加斗价钱的战场，想逃都没有办法逃。只有盖好自己的品牌官网，培养自己的忠实会员，才能够创出高的毛利哦，这才是避免伤亡的最好方法。如果你现在正在找一个实力坚强的电商系统来帮你架设品牌官网，我推荐你 Cyberbiz。我们除了官网仓储跨境 POS 能一次搞定以外，现在还能够发动电子票券啊，或是30分钟机车快速到货，让消费者更难抗拒你的行销活动。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大品牌都喜欢配合我们 Cyberbiz 电商系统的原因。如果你想了解更多，那你就填写资讯栏的连结。好，那填完资料以后，我的同事会跟你联系，电商相关的问题应该都回答得出来，因为我们经验蛮丰富的。最后记得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我会继续分享更多电商资讯给你。我是电商通灵城，我们下集影片再见。